别摸了，剑都是钝剑，打中了我们的穴位，让我们昏迷了而已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。你叫云为山，来自离溪镇。你欲言又止，想说什么？为什么重复提醒我咬死自己的身份？以我对吴峰的了解，送进去的新娘应该不止你一个，应该还有别的吴峰。你们公家就是这么对待嫁进山谷来的新娘的吗？当初下聘娶亲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，现在我刚离开家几个时辰，就被关在这又臭又破的地牢里，太荒谬了！我爹要是知道的话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。别害怕，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公子，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你们中关注了一个吴峰刺客。吴峰是什么？这你都不知道？吴峰是称霸江湖几十年的杀手组织，谁敢反抗他们，必遭灭顶之灾。很多门派都已经归顺吴峰，我有宫门可以与之抗衡，所以我爹才把我送到这里来选亲。说这里是吴峰唯一无法抗争的安宁之处。没错，吴峰残暴无道，执刃大人得知你们中藏入了吴峰细作之后，为了保护公家万全，决定将你们全部处死。怎么会这样？现在不是哭的时候，你们跟我走，我放你们出去。他们刚才喊你雨公子，你是雨公的少爷，执刃的儿子。你爹要害我们，你却要救我们，这么好心，我才不信。我不是执刃，也不是少主，所以才怜香惜玉。你们要不要跟我走，自己决定。我跟你走，我要回去见我爹爹。多谢雨公子。立刻将新执刃继位的消息传给所有的前哨据点，昭告江湖。是。宫门帝亲一直服用你制作的白头醉，理应是百毒不侵，为何父兄中毒身亡？你们指宫到底在干什么？住手！原旨，不可对执刃无礼。执刃？就他？原旨。荒唐！公子羽也配做执刃？第一顺位继承人应该是我哥哥宫尚爵。宫门初代执刃定下的2条家规，其一，宫门不可一日无主，执刃一旦死亡，必须第一时间继位；其二，如若执刃与继承人同时死亡，
则必须立刻启动缺席继承。宫上爵不再纠缠上古，按照祖宗规矩，符合条件继承职任的，只有公子羽。那可是公子羽他怎么？够了！有任何争议，等上爵回来再说。有请上官浅姑娘前往执人厅。执人大人选了上官姑娘，那我们这些人怎么办？有请云为山姑娘前往执人厅。人带到了。侍卫们先退下吧。是。既然执任和爵公子都已经选好了自己未来的新娘，那么云为山、上官浅两位姑娘，从今晚开始就作为随侍入住爵宫和御宫吧。不必如此匆忙。此次选区被无风之人利用，以致杀手潜入宫门，导致执刃和少主身亡。虽说已经找出一名无风刺客，但难保不会有第二个。我也是因为想到这一点，才选了云为山姑娘。执刃大人，你此言是何意？当初我假意试探，带所有新娘离开地宫那晚，云为山姑娘就想逃离宫门。昨日我又遇着她，她想再次逃离宫门。这样一个费尽心思想要离开这里的人，绝不会是处心积虑想潜入宫门的无风细作。只是，不知上爵哥哥是如何挑选新娘的呢？难道只是因为上官姑娘长得好看吗？你不说我都没留意。原来子羽弟弟一直在留意上官姑娘的容貌身姿啊。三位长老，无论我和子羽弟弟各自的理由是什么，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我已安排画师稍后为两位姑娘画像，然后连夜派人前往云为山的老家离溪镇和大福城的上官家，向当地邻居、街坊亲友一一求证，验明正身。正好，离溪镇和大福城离得很近，一个来回便好。各位长老，以及子羽弟弟，我想在这样的非常时期，再小心谨慎，也都不为过吧。当然，当然。所以，这些日子里，就先委屈两位姑娘，暂时留在边缘。我会安排更多的侍卫保护两位的安全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
你们就是家人了。多谢宫二先生。大福城离这里可有些路程，看来我们还要在这别院住上10天半个月的。这新娘进山时没带任何生活用品，不知我们可否出宫门去镇上采买些日杂所？两位姑娘若需要任何物件的话，尽管吩咐下人采买即可。1个时辰之内保证准备妥当，无需自己奔波劳累。况且，我已经备好了最快的人马，带着最快的信鸽。3日之内必有消息。子尚大小姐和原旨弟弟都到了，我想请3位长老多留一会儿，我有要事要和大家商议。3位长老年事已高，先让他们回去休息。你有什么要事，可以直接跟我说。我虽然年纪尚轻，资历尚浅，但我已经是执刃，还请绝公子注意分寸。我要商议的，正好就是此事。想必你也留意到了，从你进来到现在，我没有开口叫过你一声执刃，对吧？想要让我对你喊出这声执刃，子玉弟弟，不容易，也不难。今日长老都在，我想说的事情是，我宫尚爵不认可，且反对公子羽成为宫门新的执刃。反对执刃总要有理由吧？公子羽完全符合缺席继任的条件，难不成你是要违反宫氏家族留下来的祖训家规？宫氏祖训，任何人都不能违背。但是公子羽，他当真符合吗？祖训家规我抄了30多次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抄了那么多遍，那你倒是背一下呀。缺席继承者需行过弱冠成年之礼，这一点宫原旨弟弟你不符合。第2，继承者须为男性，这一点我不符合。第3，继承执刃者须是身在宫门的宫门后人，这一点事发当时远在山谷之外无法联系的宫上爵绝公子你不符合。你自己也数过了，要符合4个条件。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弱冠之礼，男性，身在宫门，一共就3点。第3个条件的重点，不是身处宫门内外，而是宫门后人。你想说什么？直接说。我哥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公子羽不是这宫门后人，那这继承资格可就荒唐了。公元志，不要胡说！你是什么东西？你也配在这里说话？我想在场很多人都知道，公子羽怀胎不足10月，提前早产。兰夫人在嫁入宫门之前，就一直传闻有一个难分难舍的心上人，所以这公子羽到底是真早产还是足月而生，可真不好说啊。元志，执刃，大典之前不容斗殴，上爵管管你弟弟。上爵，你疯了！哥们儿，荒唐！你们平时无法无天，蔑视家规也就算了，今日3位长老都在，你们还敢突然动手？公元止还没成年，莽撞无知，不和他计较。但是你，公子羽却对自己血脉家人动手，你无论是身份、能力、德行，一样都不占。你凭什么说自己对得起这个位子？杀害我父兄的人，我一定要杀他！元人，如果没有证据，不可说此重话。无凭无据，血口栽赃，你不配当执人。证据我当然有。还有你宫尚权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我怎么了？
当晚我父亲见的最后一个人是你，你们聊了些什么？你为何着急要走，甚至要连夜离开？你们到底去了哪儿，做了什么？有谁看见？说得清楚吗？当然说得清楚，自然也有人知道，但这是机密，由执任亲自下达的命令，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。我就是执任，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向我汇报。你们要是不汇报，你跟龚元直就是密谋杀害我父亲的嫌犯。我若真有谋害篡权之心，我当晚必定留守宫门。我若在这宫门里，执任的位子，怎么可能轮得到你坐？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自己担不起这执任之位，就不要信口编排他人谋逆。让你们都看看，我到底担不担得起执任之位。经核查，大富城上官浅小姐的身份属实，没有任何异常。经核查，黎西镇云为山姑娘，身份不符。宫二先生，请问我的身份有何不符？我有几个问题，想先问问云姑娘。你问。姑娘离家当日，家中可有遇到歹人？家中的确有个盗贼行窃，丢了些金银首饰，但万幸家中无人伤亡。因何从未禀报？出嫁当日就遇歹人恶事，我觉得有些触眉头，怕被宫门嫌弃，而且家人并未受伤，我觉得是小事，就擅自隐了。还请执任治罪。人之常情，我能理解。就查到这些，这点小事，就可以说他身份不符？宫门的侍卫去了云为山的家乡黎西镇。知道这是云为山小姐吗？带着画师的画像，向云家的下人打听，然而却没人认出你的画像。子羽弟弟，这可不算小事了吧？云姑娘，你真的骗了我们吗？都说。记住我说的话，无论如何，都要咬死自己的身份。我自小在黎西镇云家长大，画师的画像我都看了，样貌画工都很精细。街坊邻居、家中下人看了那画像，不可能认不出那是我。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何会那样说，除非你们拿去询问的是另外一张画像。宫二先生要是认定我的身份作假，大可以直接杀我、拘我无话可说。但我就是黎西镇
云家长女云为善。你紧张什么？云姑娘身份，这不是云为山姑娘吗？多么年纪大了，眼神越发不好使了吗？画的真好看。哎呀，真的是山丫头！哎呀，真是。云姑娘身份，查探无误。刚才只是一番压力试探，还请谅解。毕竟你是子羽弟弟选中的新娘，自然是要更加谨慎。哦，对了，云姑娘，你离家后，令堂十分惦念。我的手下已经转达说，你在宫门一切都好。云夫人要给你带句话。他说：“你能平安进入宫门，还被子羽选中，无大命大。云姑娘在羽公子身边，要尽心服侍才是。”此事已有结论，云为山的身份没有问题，两位姑娘的身份都没有问题，新娘的事。到此为止。他们是没有问题，但你就不一定了。金凡，去把贾管事叫来。是。贾管事，把你之前跟我所说的话，跟他们也说一遍。是。命老奴把制作百草萃所需的神灵花换作灵香草的人，是公元之少爷。混账东西，放什么狗屁！住手！成何体统！是谁指使你带走？说。元直。贾管事，说清楚。少爷下命令的时候，老奴只是以为少爷有研究出了更精良的药方，有所替换。老奴不知道老真人和少主会因此丧命，否则就算老奴1万个胆子，老奴也是万万不敢的。长老没明鉴。哥，我没做过，都是公子羽买通了这个狗奴才诬陷我。元直弟弟和贾管事各执一词，不可偏听偏信。事关重大，不如先把贾管事押入地牢严刑审问，看是否有人栽赃陷害。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有什么好审的？再说了，你自己说不可偏听偏信，那要审也是2个人一起审。可以，元直弟弟交给你，你尽情审。职工有的是让人生不如死的毒药，屈打成招，黑白颠倒也不是不可能。我们用什么行什么药，你们就同样用什么行什么药。没有的话，我让职工给你送过去。站住！是。
公子，此处便是3域试炼的第1关所在地——寒冰莲池。寒池，我听前山的人说起，说你从小体寒，天生怕冷。是啊，所有人都知道我天生畏寒。你们这关不是故意针对我的吧？直认自我感觉这么良好。寒冰莲池历来都是试炼者的第1关，100余年来一直如此。这里的水冰冷刺骨，极寒无比，却终年不动。池底有一个玄铁打造的匣子，里面是雪氏家族的刀法秘籍——浮雪3式。只要潜入寒冰池，拿到秘籍，就算闯关成功。潜入。若直认觉得自己不行，离开雪宫，放弃便是，不用为难，也不必受苦。最长的留香时间不过12时辰，时间越久，气味越淡，越难追踪。你可得抓紧啊！香味已经很淡了，都是蜡烛燃烧的气味。这是哪儿？这是你不该来的地方。你可是前山之人？我是雨宫的人，知人大人走得匆忙，忘了东西，所以前来找他。不小心在密道中迷了路，触发了机关。密道中的蜡烛和火把，燃烧的是靠特殊灯油。油中有氰毒，长久不出，就会四肢发软，失去意识。这是解药，谢谢。你上面说的这些我都信，但你告诉我，你为何穿着一身刺客的夜行黑衣？叶长老，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？啊，我去一下议事厅。哦，对了，
这些书你送到雨宫去。子玉跟我说，他之前跟我要的医书都看完了，这些都是新的。子玉还在后山闯关，等他出关了就可以看了。是。子玉啊，希望你一切顺利。粥马上就要好了，我帮你加了雪莲进去。这可是我们雪宫才有的好东西，能帮你恢复内力，强身健体。这不快就开始发作了？所以，一定要在半月之影的期限到达之前，有重要的疏忽，或者做出让吴峰满意的事情。你用的是剑法，不是刀法。你不是宫门之人。于长老，除了在脖子上有一道薄如蝉翼的剑伤之外，全身并无其他伤口。让医馆的人再仔细查阅。是。志刚的手尾，难道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吗？你到的有点太晚了。我们已经仔细盘查过了。今夜议事厅的守卫是岳长老自己吩咐撤掉的。直到议事厅传来浓烈的血腥味，侍卫们才发现岳长老被害。而且，岳长老把自己贴身的黄玉侍卫也留在了侍卫园。岳长老如此神神秘秘的单独赴约，倒像是要会见什么了不得的人。无名一日不除，宫门上下都不得安宁。10天，10日为限。
我必查出无名身份。如若失败，那以后绝宫上下都听从执刃的命令。但如果我10日之内破了无风之谋，而公子羽还未通过第1关试炼，那我希望宫门上下所有族人一起，在我和公子羽之间重选执刃。就如长老们所言，族人利益高于一切，执刃之位，能者居之。可是公家门规从来没有重选执刃一说。既然宫门祖训能为公子羽而改，那就能为我宫上爵而破。若长老们厚此薄彼，执意偏心，那我离开宫门便是。江湖之大，自有我宫上爵容身之域。你醒了？来，真暖和。这是香笼里你帮我准备的衣服，我只是烘热了而已。我很好奇，你们是怎么突破寒冰池的？山脉被风吹落成沙，河流带我回家回家。天上云不说话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还好吗？云哭了就变成晚霞，看天空开出了花。云和你能遇见吗？没
终会滋养，会长出一双翅膀带我翱翔。与你不一样，你们总是对我讲，而我心上有一点光。你管别人那么多，无论怎么通关的，那都是人家的本事。你们雪宫的秘籍都是隐形的吗？我可是差点命都没了，你们还骗我？不是差点，如果云为山不救你，你确实命就没了。原来你知道，是我们两个人合作才成功的啊。你不是很严格的吗？怎么突然也开始破坏规矩了？我没有破坏规矩，试炼过程中不允许任何外人插手干预。但你确实到达了水底，也拿到了盒子。按照试炼规矩，成功取得盒子，就算试炼通过。其实你进入寒池之后，他早就到你旁边了，随时准备救你。那等一下，试炼通过了？你们的意思是说我试炼通过了？我来这儿是来为我和上官浅拿解药的。上官浅自己为什么没有来？他出不来。他这么信任你，真不错。年轻一代真不一样。东西带来了吗？解药。雨公子，好久都没来了。哟，雨公子呀，雨公子，好久没来了呀！哎，可是真不巧，子怡今天有客人了。您刚刚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客人进来？哎呀，你说笑呀？怎么会有女客人来我们这儿呢？我再给你把这些……哎，真没有吗？真没有啊。哎，行，那我自己逛逛，您去忙吧。哦，那您逛逛，您常来呀，真的要常来呀，常来哟，多来呀。子怡姑娘有客人吗？子怡没接客人啊，刚路过看房门上图案，还是划不过呢。宫门内部，除了我和上官浅之外，还有没有其他无锋的人？等等，炭火烧得太久了，开窗透透气。从窗户走不掉了，你先躲起来。
你们认识啊？当然不认识。你认识紫衣姑娘？茶也不是只用来喝的，放着，看看也好。这个信号代表动手。这个信号代表撤退。紫衣姑娘，刚刚别人跟我说你有客人，没想到是云姑娘。没错，紫衣小姐的客人就是我。云姑娘，我听子商姐姐说，公子平日经常跑出宫门，来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。就算前之人对你发脾气，也还是阻挡不了你来见一个人。我实在是好奇，就想来看看。我猜，他一定知道的比我更多。我想更加了解你。就一个人摸索着来到这儿，是啊，我刚听有女客找我，还很惊讶呢。后来听下人们说，是公子羽少爷带着逛灯市的姑娘，我就知道了。所以请云姑娘来我这里坐坐，喝喝茶。聊聊你平日里来找我都做些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紧张了？我还是头一次看你如此紧张一个人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并不会为难他的。甚至在你来之前，我们都还相谈甚欢呢。是不是啊，云姑娘？紫衣小姐和我说了很多你们之前的事。我们之间哪有很多事情？是啊，也就那点事情。好了，我这里灯红酒绿的，云姑娘清白人家也不好多留，公子快领回去吧。我这茶也凉了，就不留公子了。徐公子，怎么了？奉花长老之命，在各宫搜查是否有受伤女眷，还请劳烦让上官浅姑娘开门。上官浅姑娘，上官浅姑娘，我们。薛公子。薛公子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为何这时没有开门？我感觉身体有些发热，怕是惹了风寒，所以喝了安神汤药，草草睡下了。
梦中听到有敲门声，这才起来。到这了。你睡觉点这么重的熏香啊？近日有些失眠，所以香料可能放多了点。你很聪明，知道我对血腥味敏感，所以故意点这么浓的熏香。只可惜，百密一疏。公子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你告诉我，这是谁的血？你能不能保我不死？我保你不受苦。我若说了，公子会信吗？你说你的，我自会判断。我不是无方刺客，更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无名，但我确实不是上官家女儿。那你是谁？孤山派一国，我进入宫门，只为自保。孤山派是当年清风派的卓梅和我小叔叔相爱，遭到清风派的首领提出了强烈反对。为了逼孤山派教书教书，当时已经投靠吴峰的店主，带着吴峰的刺客，将孤山派一举灭门。孤山派满门尽灭，未曾听说留有后人。我爹把我藏在密道里，我才侥幸活了下来。后来我四处流浪，无家可归，幸得被上官家所救，将我抚养成人。上官家不愿让女儿嫁入宫门，为了报答他们的抚养之恩，也为了我自己，所以我才冒充上官倩替他出家。我立下誓言，我一定要为我父亲以及族人复仇。那年上元节，我遇到了歹徒，是你救了我，所以我才萌生了进入宫门寻找依靠的计划。只有借助宫门的力量，我才有
这和你去刺杀龚子羽有何关系？龚子羽，我的目标是无忌。为何？因为那日听到你说怀疑无忌是无名，而每一个无风的人都是我的仇人。我去雨宫，看见无忌在龚子羽的房间，我便在窗后偷偷观察，结果却看到无忌手里拿了把软剑，那剑薄而刃，与封官场使用的剑无异，所以我确认无忌就是无名。但我被无忌发现了，他武功在我之上。既然他武功在你之上，那为何他还是被你刺伤？无忌自己撞上来的，他故意让剑脱手，被我抢到，然后朝我剑撞了上来。你是说，他是故意被刺伤？嗯。你说的可都是实话。你就这么想，我对你用心了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不怕公子用心。我有证据证明我是顾氏派的人，给我解开，我生命给你看。我已身受重伤，却公子如果连这样的我都怕，那你不配江湖上的威名。证明。细雨轻浓，针指相逢终须松。手握刀锋，入怀中，破晓把夜色刺痛。
既然这其中都是误会，我看就把他放出来吧。上官浅是你绝宫的人，就由上爵你自己处理吧。是。眼下这无名依然逍遥法外，恐会继续制造事端。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启动无量流火，威慑无风，以保宫门上下平安？不可！不妥，此举绝非上策。薛长老，你口中所说无量流火是指什么？为何我从未听过？等你闯完3域试炼，自会知晓。这第2域，知朕确实应该抓紧了。吞下去！岳长老，你干什么？你喂他吃了什么？毒药。什么？解此剧毒，正是子羽大人需要闯过的第2域试炼。确实感觉好多了。哪这么快？你少哄我。子羽大人，你再胡乱尝试，就有伤上加伤了。你胆子真大，亲身试药。作为指认，当真一点也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神农还尝百草呢，这点算得了什么？其实，指认即为宫门之主，拿别人试药也是无可厚非的。我也曾用过药人，在此前的试炼中，也是死伤者无数。只要闯关者开口，宫门之内自有愿意现身试药者。只要能够配出解药，些许牺牲，些许代价，也是允许的。我不想拿无辜的人替我试药。没有人的性命是草芥，即便是服药朝生暮死，也不需要为我本该受的试炼之苦而牺牲。我不怕死，我害怕的是我心爱之人因我而死。其实我很喜欢你给这个毒药取的名字“食心之月”。看着自己心爱之人受苦，确实如同心被损失。既然如此，我想告诉指认，这一域，岳长老，先过去。你来做什么？自然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有事要请教岳长老。云姑娘咳血咳得厉害，还请岳长老让下人拿点补血的药过来。有意思，虽然不是来找你的，但没想到却有了意外收获。做什么？云姑娘，看来你行动自如啊。岳长老，我要将云为山带回前山审问。你发什么疯？凭什么带云姑娘去审问？因为她
他是无风细作。什么？我经历过3域试炼，知道10月的毒性。先是内力尽失，间歇性胸腹疼痛，随后开始咳血，在咳血结束之后，就会先从1只脚开始，4肢逐渐麻痹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然而云为山却只停留在咳血的阶段，刚才躲我的时候也手脚灵活，全然没有麻痹的迹象。所以很显然，他并没有中毒，他身上有抗药性。所有无风之人，在过去10几年，为了对抗宫门的毒药，都接受过严格且残酷的抗毒训练。普通人家的女儿，绝无可能受过此等苦训。这又能说明什么？每个人体质不同，中毒症状自然也不同。就像云姑娘中的是寒毒，而我中的是热毒一样，你说对吧，岳长老？体质不同，确实会有不同的症状。可是，岳长老直说无妨。可是麻痹的症状是一定会出现的，但云姑娘却迟迟没有此症状。那要么就是如绝公子所说，她本身受过毒药抗药性的训练，要么就是她很清楚这个毒药已经自行解了。况且药一时冲乱，帮我拿这些来。莫汉莲、女贞子、寒水石，云姑娘，这些都是大寒之物。我在那边的医书上看到的，虽然解不了实心之月，但可以大大降低你被热毒折磨的痛苦。所以真相究竟如何，让我带走审问便知。你带走他，他还会有命吗？我不准，为了整个宫门的安危，你不准也得准。岳长老在此，你还敢如此放肆，无视执刃的命令？你连第2关都没有通过，哪来脸面称自己为执刃？再说你为了一个女人，拿整个家族的性命打赌，你配得起执刃2字吗？他在雨宫生活这么久，我相信我看到的他。我也相信我自己的判断。2位无需争执，我有办法。岳长老，这药……放心，此药名为誓言草，服下者所言皆真，对身体无碍，只会短暂地控制人的心神，让人无法说谎。我可以开始审问了吗？可以。这就是暴露身份的下场，所以最后关头必须自尽。若不及时斩断，则会受尽折磨，死也无门。哎，没事吧？怎么，你还想包庇他？云姑娘是我雨宫的人，她也是我的新娘。要盘问，也是我来盘问。
会伤害我吗？不会。会伤害我家人吗？不会。不会。也总是问些无关痛痒的问题。你要是不敢面对，那我来帮你，直接切入重点。你是无风细作吗？告诉我，你是谁？你告诉我，是无风细作吗？与无风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是。那你是谁？你是谁？最后关头，必须自己。云家小姐，李希晨，云为山，云为山。药效1刻钟之后就会消失，你好好照顾云姑娘吧。做得很好，你是唯一一个能够盛满2个时辰都不松口的人。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以后没人再欺负你了，我来保护你。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恭喜云姑娘，恭喜知人大人。你刚才叫他知人大人？是的，于公子成功通过试炼，在我心中，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知人了。所以，公子已经解了我们身上的实心之约。没有。你还记得岳长老跟我们提过3味最重要的药材吗？吴姜、须臾草、睫毛。
这是岳长老在跟我们玩藏头诗呢。藏头诗，无需解，无需解。没错，石心之月的毒根本不需要解。曾经执刃大人第一天就脱口而出，说石心之月是无解之毒。我当时还吓了一跳，想说，执刃大人未免也太过天资过人，能够解开无解之毒，才是挑战。现在才明白，当初岳长老说的无解，不是无法解，而是无需解。半月之影会让你们全身像被烈火灼烧，如果迟迟不解，烈毒就会攻心，就无药可救。所以我吃下的根本不是毒药。不但不是毒药，而是一剂非常珍贵的补药。这也是百草萃对于石心之月无效的原因。没错，石心之月在服下后虽会让身体感到痛苦，但只要能熬过去，所有中毒症状都可以自行消除。你果然听出了那首诗。问前相思，问前许。你用这种方式令我想见，你想问什么？你为何会有云雀的手镯？你认识云雀？一梅是我心爱之人，云雀曾向我提起你，说你是这世上唯一对他好的人。他给我看过你的画像，所以初次见面之时，我就认出了你。那你明知我是无风之人，为何还要用假的誓言藏，暗中帮助我？云雀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云雀到底是不是宫门杀的？你是无风之人，不要和我说话。你是无风之人吗？我是。大人，金凡侍卫在门口，说奉执刃之命送鸡汤给云纹山小姐。鸡汤是百草萃鸡汤吧？
公子羽可真爱你啊！怕我用毒逼宫，宁愿自己冒险，也要把百草醉给你。可惜，扣下来。是。岳长老，你之前中了迷烟，现在已经醒了。知人炸了地牢，把你救了出来。知人为了救你，现在已经和整个宫门为敌了，所以你不能再留在宫门了，你必须走。我知道，我是无风杀手，虽非我所愿，但依旧满手血腥，杀人无数。宫门不会允许我做知人夫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走。为了你自己，你也得走。你和银雀很像，当时我因为自私，自作聪明的想要留下他，结果却断送了他的性命。不想知人和我一样痛苦。其实每次见人落下来的时候，我都在想，人活着不过就是一口气，生死瞬间，痛楚不过须臾，有何可怕？可是后来云雀死了，我才明白，不是这样的。生与死割开的，是山花烂漫之时，不再有人并肩相看。是雨夜窗鸟悲啼，不再有人抚慰伤心。是三世同堂之乐，白头偕老之情。而我，亲手斩断了世间的念与爱。你喜欢我吗？不喜欢。我所身负之罪，这辈子都无法赎清了。可是你已经自由了。但愿这也是假的，你可以离开无风，找个僻静的地方，找个踏实之人，相守一生。我答应无风来到宫门，就是为了获得自由。我不想再害人了，找个僻静的地方可以，但相守一生之人就不找了。我早就找到了。
在此之前，你不要让知人大人知道，否则他是不会放你走的。你放心。但在那之前，我想多陪陪他，最后的日子，我想多留点念想，也好让我支撑以后的日子。武吉夫人死了，救她，快救她！武吉夫人还活着。武吉夫人，武吉夫人！浩公子，祠堂里搜到一个人。杀主！子玉，哥，哥，没事吧，哥？我儿在华宫祠堂的暗房内发现了幻羽，他一直被人囚禁其中。幻羽被发现时浑身是伤，饥饿虚弱，刚刚才醒。而且，囚禁他的人将他全身的武功都废了。哥，究竟是谁对你下如此毒手？是无名。无名？怎么又是无名？到底谁是无名？是武吉夫人。少主亲口指认，断不会有错。别再叫我少主了，弟弟已经是知人了。子羽，你来之前，幻羽已经告诉我们全部的来龙去脉。武吉和那个假扮正二小姐的无锋间谍，里应外合，杀害了前主任，囚禁幻羽。我们当时看到幻羽的尸体，都是武吉的障眼之法。他废了我的武功，然后把我囚禁起来。之后每隔一段时间，就假借为父亲上香来到祠堂。每次来，丢下点吃食便离开。哥，
可姨娘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啊，为什么乌鸡没有杀你，要非这么番事囚禁你？他想要的自然是华宫的那件东西。你是救爸，还是当年你为了救我才留下的？公子羽，完了完了！长老发现我偷偷救我想要把我跟丁教的梦呀！怎么还是这么莽撞？哥现在回来了，以后记得敲门。哼，对，敲门，敲门。看，还是老样子。公房，但金银装不满。世间难得心安之所，岁月奈何白发蹉跎。听牧童一声诉说，你不能再留在宫门了。我知道，我一定会走，不会让他为难的。开云，人间心事难两全。我答应吴峰来到宫门，就是为了获得自由。我不想再害人了。要看远山隐约轮廓，有人提灯山林穿梭，寻一朵脆弱樱花，记一颗红豆难过，等岁月温热心中无声。这是你绘制的宫门云图，对吧？上面有你字迹，否认也没用。这宫门云图确是我所画，但只不过是因为初入宫门，我不知方向，不辨东西。宫门地形复杂，为了方便进出，随手记录而已。随手记录，那这后面的字，你又要如何解释？
宫门上下共47道岗哨，警戒日夜不断。辰时、申时、子时，3岗轮转。宫门内有2条密道，一条密道通往后山，一条密道可通往旧城山谷。吴风可部署精锐，由此潜入，确实是为了方便进出，只是方便吴风进出而已。事到如今，还想狡辩吗？无风细作，绝不能留，即刻就地处死！知人不用帮我，是我骗了你。我的确是无风细作。阿云，你为何要走？他要出去通风报信，当然要走。你真的要走？你曾经问过我，有什么东西是你可以给？其实从一开始，我最想要的就是自由。无风也好，宫门也罢，对我来说，都是高墙之地，桎梏之所。于公子，是我辜负了你的千山一周。从此以后，你就当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阿云。你保重。
此乃执刃之意，今授予你，当为宫门尽心竭力。公子羽愿为宫门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行礼，参见主人。礼成。请执刃选新娘。你怎么会？你如果下不去手的话，我可以帮忙。终于走了，显得真是辛苦。什么意思？你不会以为我们说的是真正的计划吧？说给他们听的。那真正的计划是什么？算了，我不配知道。那前山的公子羽呢？你们真的不担心吗？毕竟他也是过了3关试炼的人。仅凭那几个魑魅新娘，万一牵制不住他，被他逃去后山支援怎么办？你不会以为新娘里只有云为山吧？还有谁？还有我。有他在，我绝对放心。子怡姑娘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其实不叫子怡，这身新娘的红衣才比较适合我。雨公子，我真正的名字叫司徒红。我猜的没错，云为山，你果然背叛了吴风。哎，雨公子，我和吴风有约在先，只要我完成任务，就放我自由之身。以前是我身不由己，但现在我可以选了。你真可怜，还是没明白。入了吴风，就再也没得选。可怜的是你。你们早有防备，你也参与其中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岳长老曾经跟我说过，
就算云雀一直在宫门，只要吴凤还存在，他这一辈子就会一直活在恐惧的阴影之中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要长相厮守，必须先除掉吴凤。但这一点，我一个人无法完成。我需要你。无论什么事，我都愿意为你去做。我需要你和我里应外合，制造我偏帮你的假象。做什么？我要将云为山带回前山守问。若宫门内乱，前山后山不和，你为了一个女人，拿整个家族的性命打赌，你配得起侄儿子吗？宫门之耻！我们两个要联合演一出戏。住手！成何体统！欺骗上官浅，让他感觉到宫门内乱即将分崩离析。公子羽当选执刃之后，那我们岂不是要听命于他？愿赌服输。我不服。有些事情，只有他做得到。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执刃的话只说一遍。是。我现在以宫门执刃的身份命令你退下。执刃之命，自然遵从。再让他把这消息传出去。这是出宫门的暗道，以及如何关闭暗道机关的位置。公子羽若真坐上执刃之位，那宫门离覆灭也就不远了。不如我们帮他一把。怎么帮？趁宫门内乱，召集精锐，攻入宫门，一网打尽。10年之间，宫门浩劫，但对吴凤来说，也是重创。在那之后，吴凤蛰伏多年，与其等到他们羽翼丰满，再次大举来犯，确实不如我们主动设局，请君入瓮。所以你的身份也是故意暴露？是。我不暴露，如何让你们安排妹扮演带水新娘混进来，再一网打尽？为了好好迎接你，我们还特地选了个良辰吉日。今天就是送你们吴凤上黄泉路的良辰吉日。所谓的半月之期、至暗时刻，也是你们故意让上官简查到的吧？费尽心机，潜伏多时，正好让你们有所收获才是。绝公子真是好算计。我也想被你夸，但是好算计的人不是我。是你。我让金凡送来的鸡汤盒子里有无色无味的迷药。你是不是忘了？我也服用百草醉。当然没有，我只是为了命运守卫，不是来救云为山的。你一定很奇怪，乌姬夫人为何会结成云为山身上有伤？其实，那是我要他是这么说的。你这么做，就是向云为山告诉我，上官浅也是无风系里，你是无风之人吗？我是，而且上官浅也是。没错，但我相信，你也一直对上官浅有所怀疑，只是没有实证，是吧？吴风被击退，宫门危机解除，无量流火图纸
也应该重新回到华宫刀中了。快去把衣服换上。我没事，但为何图纸不见了？我知道图纸在哪儿。弟弟为何突然灭灯啊？方听吴越天地黑，仰视别有心离离。父亲曾经说过，这天地间总有光亮，会让正义昭昭。哥哥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在放置无量流火图纸的铁盒上涂抹了灵石粉末，凡是触碰过的人都会燃烧。在全黑的环境中，会发出荧光。我和雪虫子都触摸过铁盒，但是哥哥，你呢？子玉，我不知道我的双手为何会发凉。一定是有人恶意陷害。我武功尽废，内力尽失，寒冰之水冰冷刺骨，我怎么可能潜入其中取得铁盒？岳长老可以亲自诊脉查。我从未给你说过，盒子藏在寒冰池底。可是四方之王每个都内力深厚，就算被寒冰池消耗，片刻之后也能恢复。我们要防的不是四方之王，而是一个没有内力之人。哥哥，你还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吗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当初查家管事时，我就有太多的疑点。第一，我始终找不到治好家管事儿子的宫门大夫。第二，家管事儿子病好之后，体格大变，力大无穷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直到岳长老提出了出云重连。
出云重帘原本是宫元直重处，因此我怀疑是宫上爵觊觎我的执刃之位，与宫元直联手设计杀害我父亲。但是后来，我从岳长老口中得知，哥哥因为要训练玄石内功，父亲就把出云重帘要了给你。哥哥从祠堂被救出来之后，我就已经隐隐对你产生了疑心，但是我从来不敢问，也不敢想，直到宫上权提出了他的猜测。我当然怀疑宫焕宇，出云重帘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幕后黑手不是乌姬夫人吗？哥哥也是被她害死的。那你认为，乌姬夫人临死前留下的刃子是何意？其实他想写下的是羽字，但因字迹潦草，看起来就像两个并排的刃。宫焕宇当时故意认错，说是刃字。这么多刃字，就是怕我们对他生疑。而且，乌姬夫人临死前说的不是云，而是雨。我当时怕打草惊蛇，故意抢先说了是云。云，将死之人不可能写下的是刃，而嘴上说的却是雨。乌姬的所写所说都是雨字。雨，那你自己想想，如果是雨字，除了你，还有谁？如果只是一个雨字，我还可以为你辩解。但是子尚姐姐醒来之后，直接指认了你，就是杀害姨娘，想要炸死她的真凶。知人大人，大小姐醒了。姐，小心，别害怕，慢慢说。是大哥，是宫焕宇。弟弟，我不想杀你。风华30年，垂死挣扎。
哥，你就这么让上官姐走了？放手，不可能放她走。放她走。让她走。公公哭了。开口却奢求最后的停留，你没有回头，我却还在原地等候。天越弯，情越乱，紧拥抱到风取暖，可悲可叹，只怪夜色伤情。韩亚寺竟然给我留了一封信，信上写了我的身世。那你先看。公子不用回笔，本就想说给你听的。原来我真的是云家女儿。云家当年生下的是一对双胞胎。这一大早侍卫都还没起来，你就来这儿？今天是我跟阿云约好他回来的日子，我要等他。你打算在这儿等一天？少管我！自己等吧。你在梦里看见的记忆，闪着光，淋着雨。我把岁月布置成棋局，等着你。每次相逢都是运气，每次离别都是叹息。缘分在等到风落笔。你在梦里留下的痕迹，像谜语没谜底。我用回忆缝过了冬衣，每一针都是你。一眼瞬间忘却天地，执子之手，弹字无意。墨字无悔，红尘不弃。
我跨越山水奔向你，找到你，抱紧你的心，不在乎他们